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熊猫品鉴团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相信大家很意外，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呢？我们熊猫品鉴团的成员都回国过年，然后已经2个多月没有见了，所以今天我约他们来到这个董家园酒楼聚一聚。我们先进去吧。好，现在我已经坐下了，然后刚刚也已经点完了菜，还选了2款酒。今天的酒是我亲自选的，希望他们可以喜欢。12 seconds later。哇，丹姐，怎么说了这么多？你吗？还是你吗？还是你？还是我？是我，就是我。那你这2个月都在国内干嘛呢？就因为疫情啊，所以在家隔离啊。所以就没有什么饭吃，所以就瘦了这么多。也有饭吃，就是没有什么太丰盛的饭吃。然后回到澳洲之后，又隔离了14天。那 Sky 和花花呢？他们今天没有办法跟我们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花花就是因为旅行经历就困在了国内啊，他一直没有办法来澳洲。所以他还在国内。对，他还在国内。那 Sky 呢？Sky 好像因为生病了，所以他虽然在阿德，但他因为生病了，所以没有办法来。我们可以电话联系他们。好。Hello， 花花 ，Sky， 好想你们啊！所以我们是一起连线的。对，这样的话我们4个人就在一块儿了呀。先说花花吧，花花你现在怎么样啊？在国内？通知呗，然后现在开始看看国内的工作情况啊什么的，总可以一直等下去吧。对，因为花花的话，就是因为在澳洲禁令刚颁发出来的当天，他的飞机是从日本要飞到阿德的，可是就是因为禁令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旅行禁令，他没有办法回来，所以他被困在了日本。花花进行了一次非常难忘的日本3日行。不止3日行，待了1周，想想禁令能不能解除，还是没解除，然后之后就回来。回到国内因为出过境，然后离开过本地，在家自行隔离14天。天哪，太惨了！太惨了！我的妈呀！因为这次澳洲旅行经历的事情，真的有很多的留学生，蛮大的。对，影响真的很大。因为很多中国留学生，还有中国的就是在这边做生意的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回来。其实我也是受禁令影响的一个人。对，但是我是比较幸运的那一波。对。我在禁令颁发之前的2个小时，飞机才降落。然后当我回到家，躺在床上，就正好看到我们的泰国旅游大使，澳洲总理莫里森，然后在电视上的演讲，就颁布了立马就颁布了，然后并且就立即执行，所以说导致很多同学他们还在飞机上吧，然后到了澳洲以后才知道原来已经不能入境了，就是其实影响了很多的人。不过我相信现在国内的情况真的是越来越好了，祝福花花能就是顺利找到工作，然后呢慢慢好起来。期待你可以早日回来和我们相聚。期待你早日回来跟我们一起喝酒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Sky 怎么都没说话 ？Sky。我在听，我怕到时候说话了会影响你们这边的通讯。好，现在聊聊你吧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生病了？对，前一阵眼睛感染得了针眼，所以就一直在家休息，没法上镜。那你现在在山里工作，山里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澳洲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在烧山火嘛，然后整个南澳影响比较严重的就是阿德莱德山和袋鼠岛，然后阿德莱德山的话，就是我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个葡萄酒产区嘛，就是会有一定的影响，就是目前大概是30%左右的葡萄园会有受损的情况吧。哇，那真的很多哎，30%。对。30%已经很大一片葡萄园了，对。袋鼠岛那边好像也很惨。所以就是我们最近就会有开一个在那个 Central Market 这边会有开一个
别时的一个pop up 的一个体验店，就是会以整个产区，然后大家可以过来这里喝到整个山上的酒，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品鉴的活动。对，等我们就是完开店了以后，会邀请大家来玩。因为我大概这周我这2天正在忙一个店的事情，所以大概这周可能会开新营。哇，那真的好期待啊！好期待哦！好期待，下次我们终于可以出去拍了。有喝酒的地方。对，有喝酒的地方了。对，确实。到时候大家来找我喝酒，来给你们倒酒。花花也想回来。花花，我们可以。我们等你，我们等你。我们可以云品鉴。那你们就好好的休息。好好休息，然后等你随时更新你的消息给我们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下周就去山里面玩。对，Central Market。Central Market 对。好，去喝阿德莱德山的酒。好好吃饭。好嘞。好好拍摄。美味的午饭，我也想吃。祝你早日康复。花花也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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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之前花花和 Sky 的连线，现在转眼之间菜已经上来了。我们今天来的董家园呢，是一家以粤菜为主的餐厅。对，我们终于来到中餐馆了。终于来到中餐馆，真不容易。对，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吃的呢，也都是属于那种港式的早茶。对，都是比较清淡啊、咸鲜的。对。然后我今天一共选了2款酒，这一款呢是来自于阿德莱德山的灰皮诺。这个是来自于塔斯马尼亚州的黑皮诺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皮诺家族。对，那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一款来自于阿德莱德山的灰皮诺吗？因为最近是阿德莱德山，最近确实是特别的，大家都经历了很多，尤其是这个火灾。对，像刚才 Sky 提到的，阿德莱德山产区有1/3的葡萄都被烧掉了。对。所以我们想选择一款阿德莱德山产区的酒，就相当于变相的支持一下。对，变相支持一下他们。对，山里面的酒农吧。对。那你觉得我今天这2款酒选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今天选的很棒呀，就是看来就是你在国内上的3级没有白上，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好。钱没有白花。对，钱没有白花。因为就是目前来说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餐厅吃中餐，然后我们今天的所有菜大家也可以看到都是一些煎饺，然后肠粉，然后这个是豉汁排骨，然后皮蛋瘦肉粥和一个清炸豆腐，还有一个叉烧包。然后其实这些菜都是偏向于清淡和咸鲜的一个口味。然后对于这些大家也可以看到肠粉里面有这个油条，对，这种炸的食品的话，配白葡萄酒是非常的好的。然后这个灰皮诺其实是黑皮诺的家族的一个白葡萄酒品种，然后它的英文叫 Pinot Gris。然后 Pinot Gris 是法国叫 Pinot Gris， 然后在意大利叫 Pinot Grigio。因为2个名字虽然是同一个品种，但其实它们是不同的风格。法国的 Pinot Gris 的话就更偏向于花香、果香，然后更加的清新、清淡一些。然后那个就是意大利的 Pinot Grigio 的话，就是酸度会没有那么的高，然后并且会有一些油润的感觉。所以我们今天专门点了一杯阿德莱德山的这个 Pinot Gris 的话，更偏向于清淡，然后很多就是我来闻一下啊。很多苹果，还有就是梨，还有这种柑橘的香味很清新，你闻。很清新。然后第2杯的话呢，我是黑皮诺。这黑皮诺这个品种是一个非常娇贵的品种，然后它在这个产区是塔斯马尼亚。塔斯马尼亚是在澳洲是最冷的、最南部、最冷凉的一个产区，所以说它的出产的黑皮诺非常的优雅、精致跟细腻。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所有菜品里面没有那种红烧肉啊、红烧牛肉或者红烧一些羊排这种特别重口味的东西，所以说我们点一杯红葡萄酒的最清淡的一个品种黑皮诺，然后有很多这种就是红果的气味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气息，带给就是整个饭菜就会有更加的提升它的品质跟口感。这个酒确实不错，你选的很棒。那我们先尝哪个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吃了。是啊，你吃哪个先？吃这个吧。那就先吃肠粉吧。好吧，尝一下。
感觉这个油条特别的筋道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油条了。它上面那个小虾，虾米是吧？对，还蛮鲜的。很鲜。然后这个量真的还挺多的。我要蘸一下这个底下这个汁儿，来尝一下。底下这个汁儿感觉像是豆豉汁儿。不知道是什么汁，反正蛮好吃的。有点那种就是豆豉的味道，然后很咸很鲜的那种味道。然后喝酒。我觉得阿莱山这个 Pinot Gris 真的就是特别的花香果香，特别的重，然后特别就是清爽，然后在嘴里面酸度也会比较高，因为阿莱山也是一个比较冷凉的产区，然后在澳洲就是非常有名，产一些灰皮诺，还有长相思，还有霞多丽，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有的很好声誉的一些品种。我这款塔斯马尼亚的这个黑皮诺，其实酸度也很高。对，因为塔斯马尼亚也是很凉的一个产区嘛。其实呢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知识点，就是去年不是上海进博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呢给我们国家领导人送了一瓶特别贵的酒，那这个酒呢就是黑皮诺的这个品种，然后它是目前世界上最贵的品种，也是最贵的一款酒，对，就是罗曼尼康帝的酒。很多贵的酒，很多贵的酒，它的葡萄品种其实都是黑皮诺。对，说明因为这个品种真的非常的娇贵，很难生长。对，它对土壤啊、环境啊、气候要求都特别的严格，所以说为什么在法国勃艮第，黑皮诺得到了非常好的声誉。当时所以说我们一起来干个杯吧，为这个娇贵的品种干个杯。那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皮蛋瘦肉粥吧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皮蛋瘦肉粥，因为感觉买不到皮蛋，这是个重点。你是不是2个月都没有回家，过年都没有回家？对啊，我就是一直都留在澳洲，然后我爸妈还说就是真的就是可能真的幸好没有回去吧，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，因为这是我最后一个学期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所以这学期真的非常的关键，因为还有毕业论文要写嘛。这个粥怎么样？这个粥还不错，就是炖得很烂。对，炖得很烂，煮得很烂，对。但肉质也特别鲜美，就是完全没有那种腥的味道。因为澳洲这边真的很多猪肉是很有味道特别大，然后有很多猪膻味儿，然后但是这个粥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没有那种猪的味道，就是。我们又上了一道菜呢，这个是榴莲酥。哇，今天真的好丰盛啊，真的。对，我们这个其实够4个人吃了。排骨怎么样？好像有点胡椒了，是吗？豉汁蒸排骨。其实有一点点，我感觉有一点点那种白胡椒的味道，白胡椒跟黑胡椒，其实这种甜辛香料应该配黑皮诺也非常的合适了。你可以吃完以后再喝一口，酒是不是觉得更加好喝了？哇，这个豆腐好大一块，不知道它底下这个蘸料是什么料？我觉得就是酱油吧。我发现海那个酱油很好吃，就拌凉拌面特别的好。是吗？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海结一下广告费。这个豆腐好好吃，好嫩啊！里面还有一个大虾哇，这么大的一个虾，真的是特别给力。对，其实我没有想到今天这里面还有海鲜，海鲜配这个白的葡萄酒也非常的合适。然后因为它很鲜，然后也有咸味，然后就更加的适合像 Pinot Gris 还有这种霞多丽这种品种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像灰皮诺这种品种，其实你喝完以后，它的回味会有一点点苦的味道。这个是其实它是跟它品种是有关的，它会有一点点，就是不管是它的这个籽还有梗的味道，带有一点点它品种就是会有点回苦。所以我们一般盲品的时候，如果觉得这个酒稍微有点回苦，那就是灰皮诺了。又是知识点啊，记下来。都是知识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的吃完了，非常感谢董家园酒楼今天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拍摄的场地，然后还有提供了这样非常美味的粤菜早茶。
我觉得今天的酒真的非常棒，就是一方面是跟这个菜品完美的搭配起来，一方面就是它真的带我们又学到2个知识点，灰皮诺跟黑皮诺，然后它们的特点，它们的搭配食物的方式，然后让我们就是熊猫品鉴团的粉丝们又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，真的非常的棒。今天在董家园酒楼，我们体验到了浓浓的家乡味儿。那我们也很关心现在正在国内受到疫情影响的同胞们。对，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早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。对，尤其是就是马上要回来，就是但是还不能回来，我们的很多朋友们，真的就是他们的课业还有学业，真的就是耽误了很多。然后我们也希望澳洲的经历赶紧就是能慢慢恢复起来，让大家留学生都赶紧回来继续工作，继续学习。据统计，大概有10万名留学生都滞留在了国内，对，滞留在国内。然后也有很多的留学生选择从泰国呀、迪拜呀这样第三方的国家转机回到澳洲。对，我希望他们就是注重自己的人身安全，然后在国外真的是要保护好自己，然后照顾好自己。今天的熊猫品鉴团就到这里，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朋友，大家记得转发、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们哦。那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吃。咱们是不是最后要评出一个哪个最好吃？最好吃吗？都很好吃啊。好难啊。我喜欢这个豆腐。我也喜欢这个豆腐。意见统一。你想知道我们吃饭是不是很难看吗？不难看。吃的很可爱。